干这嘎西嘎做出这种代志啊！八炯为了要统战纪录片爆红，不择手段。宋明轩几次被害到要去自杀、啊，太过分了你！是垃圾中的垃圾，沙中之渣。道歉的云淡风轻，也是因为爱到民进党这些官。闽南郎是垃圾，人格诚信都可以践踏，他是能够被金钱所诱惑的，只要利益、女人、钱，能卖能变现的，他都会出去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闽南郎又放了一个新的重磅，闽南郎出面指控这件事情更有它的实质性的意义，毕竟他跟八炯本来是共犯结构。大家好，我是闽南郎陈柏元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说清楚，这不是内斗，也不是否定所有罢免志工的努力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爱台湾、维护民主，我才必须站出来讲清楚。看起来闽南郎真的是完全误判风向，开头只能不断强调这不是内斗，后面所有的人都导向是内斗。若继续沉默，我们只会输得更惨。这个讲的倒不是假的，如果青鸟继续发疯，那真的要完蛋。可是闽南郎低估了青鸟的无耻，青鸟就是无脑。其实青鸟很想当纳粹，他们内心深处想要纳粹把所有敌人都给烧毁、给消灭。他低估了这件事，所以他才说不要再内斗。问题是内斗已经斗到血流成河了。这场罢免本来是为了台湾不被共产党统治，但更不应该被极端的手法绑架。支持罢免不代表我们可以对错误视而不见，反共更不等于可以接受纳粹式的操作。纳粹式的操作是完全的红线，没有任何可以弹性的空间。闽南郎跳出来讲，不管他基于什么心态，至少这句话他绝对是正确的。但是青鸟完全以内斗的方式处理他，而且处理他的方式非常凶狠。还记得当初我拍统战纪录片，是因为我相信台湾人民需要知道真相。今天我再次站出来，理由没有改变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在此刻止损，不把错误讲清楚，我们不只会输掉这场罢免，更可能输掉台湾的未来。闽南郎这一系列的表态，我不认为是出自于他本人的意愿，背后有高人用纳粹来斗争现在的疯狂青鸟，代表有一股力量并不希望赖清德继续拥有青鸟这些拥趸，反复强调这不是内斗，这是一场要让活动回到正轨，越说不是内斗就越是内斗。汉朝历来皇帝就会不断的高喊禁止土地兼并，但是汉朝土地兼并我们都知道最严重，两汉都是灭亡在农民起义的手里啊。闽南郎做这件事情是至于他的本心吗？我认为不是。闽南郎他只要利益，只要女人，只要钱，能卖能变现的他都会出去。其实这就跟什么逻辑一样，这跟吸毒患者是一样的嘛。当你对吸毒成瘾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愿意出卖嘛，人格诚信都可以践踏，背后指向了更大的阴谋，而借由内斗斗争掉拥有青鸟力量的人。闽南郎是能够被金钱所诱惑的。77思雨0030约双飞，海水让罗总安排，有请下一批追梦的女孩。后来被踢爆之后，公开承认他嫖妓。闽南郎这个人是可以被钱收买，有性成瘾问题他就会被收买嘛。一定要让杨总喝到开心。不开是吗？不开是吗？啊，你们谁喜欢好一点？不要开我。村长在贴文中酸闽南郎说啊，你在大陆打共匪，一次打2个双飞很辛苦哦，年纪轻轻少年武生这么没用，结果靠工具还要开心炫耀，调整冲撞度，真够狠。他的玩具前面那个是个棒状物，都讲过这事情啊。他在对岸为什么欠那么多钱？嫖妓嫖太多。我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很可能善于欲来的内斗？这个内斗背后所牵涉的是反赖势力借由闽南郎来端掉青鸟，他现在就没钱了，所以他跳出来搞事。这是我的推论，不是定案。在我心中，反共不是仇恨，反共是信仰。这次我要谈一件很多人都没听过的真相。关于统战纪录片的真相，其实这是这整件事的核心嘛。到底谁造谣？那部让八炯声量大爆、被外界高度关注的统战纪录片，的确有许多内容是真实的。它揭露了中共如何渗透台湾，如何收买人心，这些我们拍到的东西都是真的。但是我也必须诚实的说，里面并非所有内容都没有争议，有些内容在证据尚未确认之前就被仓促丢上网。谢哲，什么叫证据？就是事实存在的东西被丢上网，是因为我没有充分论证，但是我把它丢上来给大家甄别一下。证据本身应该是真的。当你有全部东西，你把它剪辑片段重组化，那还叫证据吗？还在谢哲，你这句话就在谢哲。所以我说闽南郎根本从头到尾没有认错，这是个垃圾，下流低贱的垃圾，他没有认错。
八九没认错，这两个一对活宝。我们不是为了声量，我们是在打一场关乎国家生死的战争。在讲他那个正当性，这根本就不是。如果你在乎国家生死，你为什么会用造假的证据来打呢？如果造假的证据，那打了这国家先死啊！如果证据不充足，将会引发更多的。闽南人那么蠢的爆料方式，是真的背后人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都是高端局。以我在政媒圈已经工作了6年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。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人告诉他去做什么，应该是有利益的关系，但是不是现在的利益，所以他现在会抬头挺胸说我没有收任何利益，因为他的人品跟人格就告诉大家，他这个人是以利驱使的人。你是想他为什么一边要卸责，代表他把八炯干掉之后，他要接上八炯的位置。接下来我要谈一件压在我心里很久的事，这不只是舆论焦点，而是我今天站出来最大的原因之一。八炯多次要求我避谈钟明轩，他对外公开讲，他不公开是因为里面涉及到我的家人，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拿掉了。但事实呢，我手上有完整的原始影片，真相是他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我，而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经不起查证。我们在中共国调查时，海峡导报的林建东原话说，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钟明轩，只是把他的影片拿来转发。可是八炯还是坚持发了。那时候我曾经说过，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？或许他是被中共的繁荣假象蒙蔽了眼睛。结果他就回我一句话，他最会打舆论战，这种东西就是要不择手段。哇，到这里就严重了，各位。钟明轩事件的本质是什么？断章取义、扭曲解释、张冠李戴。你回来呗，回来了之后，反正你需要什么资源，我都帮你。薛洋是吧？然后那我找他去联络钟明轩。对，我叫他去联系他。因为薛洋是我们记者，没错。所以那天的名字出现钟明轩之前，你不知道钟明轩，是对方讲到的，你才知道嘛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那钟明轩的反应呢？说谎。我觉得他的反应就是你自己去跟海峡导报社长去瞧嘛，就关我什么事？而且你根本就不是我想要揭露的重点，你不会是重点，我也不会把重点放在你身上，太小咖了。对啊。那你干嘛把它播？因为他讲到我就播出啊，前面是怎样？前面因为他有讲到他家人，他朋友，我就不能剪进去没？他说你们是断章取义，有一个全文没有播出。你说我们整个纪录片剪进去，每通电话这样要剪要多久？3个小时啊？你要看3个小时纪录片吗？八炯多次要求我避谈钟明轩，他对外公开讲，他不公开是因为里面涉及到我的家人，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拿掉了。但事实呢，我手上有完整的原始影片，真相是他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我，而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经不起查证。我们在中共国调查时，海峡导报的林建东原话说，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钟明轩，还是坚持发了。那时候甚至传出不肯放出原片，反而要提告有原片的摄影师。事实上就是八炯为了要把统战纪录片爆红，不择手段下三滥的方式啊！我正告你八炯啊，太过分了你啊！闽南郎是垃圾，他们也是垃圾中的垃圾，渣中之渣，人间之血的人间之血，可以这样栽赃人的吗？钟明轩几次被你害到要去自杀啊！这件事情对钟明轩造成是永久性的伤害啊！他本来身心状况就不是那么好，可以这样草菅人命吗？你干家干死干这出这种代志啊！到现在道歉的一副云淡风轻，也是因为你的纳粹老鹰害到了民进党这些官嘛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6分钟的稿子，为什么不放影片？你既然要控诉八炯说我有原件，他一开始就讲他有原件了，结果我整个看完他从头到尾没有放原件，更多的是在处理如果切割掉八炯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做。所以最后这一段非常浓烈的政治阴谋的味道，这是一个公关稿，喜欢用文稿去操作人心，闻到浓浓的阴系的味道。八炯跟闽南郎之争已经彻底的变成了蔡赖之争这条暗线。发了一个文，他继续在挣扎。陈老师来了，他有确切的判读，这2个是真的吵翻了，真的开撕，代表背后的力量力更强大，可以把八炯跟闽南郎之间的利益链给断开。没想到八炯被陈老师反水一次，现在又被闽南郎搞成说中共太厉害，既然台湾人觉得被统无所谓，我们尽力而为即可。他们有一种在自暴自弃。青鸟到今天他们没有任何的反省，他们总认为八炯是对的，八炯的绝对正确，会被这么多人反水是因为这些人都被中共给收买，都是中共在陷害八炯，所以八炯是一种无可动摇的信仰。所以你说八炯厉不厉害？非常厉害。八炯跟闽南郎这个事情哦，我这个综合的解读，今天闽南郎反了八炯，闽南郎还是一个垃圾，但八炯依然是个垃圾，两个垃圾互相撕，倒大霉的叫做钟明轩，台湾人是更倒霉，他们创造着如此混乱的状况。八炯在闹的期间，对陆配的追杀，对中国的各种挑衅，对大陆的各种贬低，
一，强烈的激起了整个大陆老百姓的反感，这个反感对我们基期是不利的。还好有馆长一肩扛起了两岸交流的重任，时局最终没有照着他们的想法去走，反而闹得更严重。我期待下一轮继续撕，继续闹，继续乱，他们的撕闹乱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混乱整个青鸟阵营，但是整个青鸟的风向目前是同情八迥的，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个现象